这个虾仁意外穿越成阎王，竟看得秦始皇跪在面前。所跪何人？寡人乃秦王嬴政。郑哥，居然是你！快起来！郑哥，这边坐。阎王大人，注意规矩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这里我说了算。阎王阁下，你认识寡人？郑哥，我是你粉丝啊。没想到寡人的事迹都已经传到地府了。郑哥，你一统六国，废分封，立郡县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，修长城，抵御外敌，为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伟大的根基。后世之人都喜欢叫你迷人的老祖宗呢。几千年，没想到寡人的大秦居然可以绵延几千年。不错，我死而无憾了。郑哥，你可能有点误会，其实大秦的国祚只有14年，秦二世而亡了。什么？寡人的大秦亡了？是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寡人的大秦铁骑天下无敌，还有猛将蒙恬，扶苏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大秦都不可能3年就亡了。你难道是六国余孽？哟呵，白痴！郑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秦二世不是扶苏？不可能，寡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写完了遗诏。可你的遗诏只有胡亥、赵高跟李斯知道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李斯不可能背叛寡人。如果你还活着，李斯肯定不会背叛你。但你忽略了一个问题，李斯不仅贪权，主张的还是法家，而扶苏则是儒家。胡亥上位，那我儿扶苏呢？公元前210年，扶苏死于上郡。我儿扶苏是如何死的？既然胡亥上位，那么扶苏就是他最大的威胁。于是胡亥矫诏逼令扶苏自尽，导致扶苏在上郡被逼自杀。那寡人的大秦又是如何亡的？据历史记载，胡亥一共杀害了33位兄弟姐妹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包括肢解、烹煮、活埋、用巨石碾压等等，他们的死法各不相同。而你最宠爱的女儿嬴殷曼则是遭到了肢解。这个逆子啊，逆子！寡人要活剐了他。郑哥，会造成这样的结果，其实你也有不小的责任。难道是因为寡人没有立储？看来你也知道啊。扶苏太过迂腐了。但是胡亥的残暴还不至于亡国，他还做了什么？胡亥贪图享乐，荒淫无度，整日沉沦于阿房宫，所有朝事皆由赵高把控。成为宠臣的赵高权势滔天，为了排除异己，首先杀害了蒙恬、蒙毅兄弟，株连手下所有余党，又将曾经看不起他的官员全部杀害。这个赵高在寡人面前逆来顺受，背地里舍些手段。那李斯呢？赵高无脑，李斯怎可纵容？没用的，胡亥只信任赵高，李斯告皆无果，反被赵高诬陷，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，屈打成招。公元前208年，李斯被腰斩示众，最后剁成肉酱，满门抄斩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大秦最后是怎么亡的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公元前209年，也就是秦二世元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起义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不是六国余孽，这是农民起义，是郑哥你所缔造的大一统王朝之后才出现的特有现象。区区几个刁民民变，如何推翻大秦？陈胜吴广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聚集了超过10万人。最后是陈胜吴广推翻了寡人的大秦吗？公元前209年，秦将章邯率领20万囚徒军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到3个月时间，打破陈胜吴广起义军。我秦朝还是有猛将的。那我大秦为什么亡了？郑哥，农民起义势必天下大乱，你觉得六国余孽在干什么？六国余孽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机会。起义军败后，六国纷纷起兵造反了。公元前208年，章邯成功击败了齐魏联军，斩杀了齐王田丹、魏王魏咎、魏相周服以及楚将项梁。章邯如此势如破竹，大秦岂会亡啊？公元前208年，章邯与王离率领的抗匈军队会合，围攻刚刚复国的赵国，史称巨鹿之围。其他各国的援军也同时抵达，却无人敢对章邯的军队开战。寡人怎么感觉局势一片大好啊？如此骁勇善战，寡人实在好奇，到底是谁能灭了我大秦？公元前207年，项羽率领楚军到达巨鹿，渡过黄河，命令全军破釜沉舟，只带3日粮食，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。秦军败了，章邯降了。巨鹿之战，章邯大败，大将王离被擒，向胡亥求援，却又被赵高猜忌。章邯唯恐朝廷降罪，带着20万大军投降了项羽。
可恶的赵高，寡人的大秦，神仙都难救了。这项羽难道是项燕的后人？想来最后推翻大秦的是这楚国的项羽吧？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称帝，定国号为汉。姓刘，不是六国余灭。这个刘邦又是什么人？你从没提起过此人。因为他只是个亭长。亭长？这楚国不会是被这个亭长灭了吧？不过如此啊。他在开心什么？他大秦不是也被灭了吗？不知道。刘邦斩白蛇起义，率领沛县3000子弟，先是投靠项梁，然后慢慢做大。虽然短学问，却富有远见；位高却能知错能改，傲慢却从谏如流；好女色却收放自如，知人善任，更是得道子房、韩信、萧何3杰相助。反观项羽，一身勇猛却傲慢无脑。楚汉之争长达4年之久，最后刘邦胜出，结束了这个乱世。寡人不甘心啊！如果寡人早日立楚，大秦何至于此？邓哥，我可以帮你啊！大人，万万不可！这里我说了算。父亲他真的死了吗？皇帝留下了遗诏。那一定是大哥吧？公子亥，你想当皇帝吗？你只要想当皇帝，我就帮你当皇帝。可父亲他不是传给大哥了吗？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。不行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会遗臭万年的，肯定不行。公子亥，皇帝有20几位儿子，就算轮也轮不到你。错过了这次，下辈子、下辈子，你都没有机会了。可李斯怎么办？放心，李斯和扶苏水火不容。扶苏当了皇帝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我一会将李斯招来，你且看我脸色。真的可以吗？既人事，为自己正命。我太想当皇帝了，我怎么做梦都想啊！他就是这么说服李斯的，合情合理。没那么简单。丞相，你大可放心，后面的事咱家都替你想好了。想好了？陛下赐扶苏自缢，丞相觉得如何？自缢？扶苏不是傻子，而且陛下如何手书？扶苏孝顺，为人迂腐，崇尚儒学。至于手书，丞相的小传独一无二，举世无双，何人敢不信？我写。我的丞相大人，咱家可都是为你们着想，谁当皇帝与我何干？但是你们机会只有这一次。公子亥，还不快谢过李丞相？谢谢丞相。去他的赵高，快让寡人还阳，寡人要杀了他们。皇子敢对燕王大人不敬。小妃无妨，都是小事。郑哥，你可想好了？只有一次机会。一次。此时还阳只能解决赵高，与我大秦无太大益处。阎王阁下，扶苏该如何？不愧是千古一帝，脑子转得真快。简单，我们先带走扶苏不就好了？小白能搞定吗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等等，阎王大人，是救我儿啊！早死晚死都一样，不都是一个死？这难道就是阎王要你3更死，绝不留你到5更吗？郑哥，你放心，勾魂而已，到时候再还回去不就好了？假死？理论上来说是的。撤。公子且慢，皇帝在外巡视，仅凭一个使者传召无法辨别真假，您再请示一遍，确认过后再自杀不迟啊。父亲命儿子死去，还要再请示什么？小白，干脆利落。无他，为首熟耳。父亲，您来接孩儿了。我接你个大头鬼！蒙恬让你辨别真假，你为何不听？父亲，您让儿子去死，儿子不敢不从。你死了是真活该，迂腐。郑哥，从教育层面上来说，你也有错。你是何人，敢对皇帝不敬？哟呵！放肆！这可是阎王，是来帮我们的。阎王阁下，我儿他。小白，你一会托梦，让蒙恬保护好扶苏的身体。哼！为什么不让小黑去？做梦很麻烦的。他长得太吓人了，你比较可爱。郑哥，接下来就等赵高回咸阳了，到时候看你表演。
我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郑哥，阎王阁下，麻烦了。胡亥，寡人何时让你登基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先帝已经驾崩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快将他们都杀了！你们站着干嘛？造反吗？我才是皇帝！陛下竟然活过来了！不行，快跑！小飞，赵高，你篡改遗诏，假传圣旨，罪不可恕，拖下去，腰斩示众。怎么，寡人说话不好使了吗？你们也想造反？啧，人皇就是人皇，都喊出武魂虚影了。帅！诺。真的是陛下回来了，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李斯，你好得很啊！臣有罪，但是臣都是为了大秦的江山社稷。陛下，寡人的江山社稷还轮不到你担心。让蒙恬将扶苏带上来。扶苏，寡人路上跟你说的，你可记得？孩儿谨记。寡人的时间不多了，今天再给你上最后一课。父亲，你与寡人政见不合，无妨，但不可过度遵从儒道，改性子，不可太过迂腐，多与蒙恬蒙毅商量军事，让外安内，一统天下，大秦就交给你了。父亲，孩儿慢慢学，您继续做皇帝。地府可不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地方。多谢阎王阁下给的机会。小事。来，儿子，杀了胡亥，为大秦再续千秋万代。郑哥，感觉如何？虽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大秦，但是只要大秦的意志传承下去，在哪里都没有区别。不愧是郑哥，思想觉悟高啊！既然遗愿已了，是时候该入轮回了。小白再继人皇藩，继续让皇帝来。哼，阎王大人，你这样肆意妄为，要是被丰都大帝发现，咱们都玩完。地府又不是就我一个阎王，放心，乱不了。再说了，等那个屏障大圣来了，谁知道我做了什么？阎王阁下，寡人可以留下来吗？寡人也想看看寡人之后的皇帝做得如何。也不是不行。阎王大人，好了，人皇藩启动。手提3尺剑来闯天下，他居然赢得了天下。凤凰输了，麻雀赢。汉高祖登场，有点帅啊！好你个刘邦，寡人与你不共戴天。朕乃大汉皇帝刘邦，此处应该是地府。来人高大威猛，龙纹黑袍，想来应该是皇帝。朕大概能猜到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可朕毕竟是开国皇帝，一生自认不若祖龙，岂可受他欺辱？看朕怎么治他！郑哥，我是你粉丝啊！好熟悉的台词。哼，这个人怎么贱贱的？他真的是皇帝吗？汉高祖刘邦，流氓皇帝，人送外号刘老三，从一介布衣苟到95至尊，仅只用了7年，很了不起吗？3年鏖战，苟到了项羽，摧毁大秦；4载奋斗，苟到项羽乌江自刎。我可能不是人，你才是真的狗。3句话离不开项羽。没办法，他确实是摘了项羽的桃子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就算差一点点怎么了？正所谓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兄弟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。朕确实不如子房，治理国事，缴纳赋税，朕也不如萧何，领兵打仗，管理军队，朕更不如韩信。可他们就愿意跟着我。反正靠己不如靠人呗。所以世人都说他是运气好得了天下，如此气运，活该他赢。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但不得不说，刘邦还是有点东西的，胸怀大志，广交好友，知人善任，海纳百川。他用自己一生的百折不挠，诠释了什么叫大器晚成，是华夏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，是封建王朝里最厉害的皇帝之一。再厉害也比不上寡人的大义图。对，郑哥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你好歹也是个开国皇帝，别让寡人瞧不起你。
骨气值几个钱？要那老狮子骨气的项羽，最后还不是自刎乌江？朕要是争那一口气，也当不上皇帝。朕只是不依，比不上郑哥你啊，命好。什么命？孤有何命？孤的命好吗？我还未出生，便被父亲抛弃，2岁险些丧命，9岁归秦。本以为父慈母爱，谁知父亲死了，母亲她要亲人，不要我，吕不韦压制我，亲弟弟背叛我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啊！哦，不是，郑哥，你情绪来得好快。我说的是秦国，秦国命好。我秦国本弱小啊，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，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，为国捐躯，6世之余啊！只顾历21载，颠沛流离，受尽苦难，方有今日秦国之强。大秦已经亡了。不是，朕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这一抹情绪能不能控制一下？好了好了，郑哥节哀。说回正事，刘邦，你作为大汉开国皇帝，我可以许你一个不一定实现的遗愿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什么叫不一定实现的遗愿？我要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不一定呢？阎王大人，你真幽默，容朕想想。回顾我这传奇的一生，你可以再骄傲一点。没想到有一天可以在始皇帝面前装逼，爽！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说实话，从布衣到95至尊，没什么遗憾的啦。非要说遗憾吧，那就是没有打败匈奴，白登之围，败得丢人啊！匈奴啊，寡人大费周章，不惜劳民伤财，也要筑起万里长城，最后也一样没有消灭他们。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华夏史上第2位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替你们弥补了遗憾，击败了匈奴。第2位千古一帝，寡人第1。汉武帝刘彻是朕的后人，是朕的后人哦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给寡人10年，不5年，寡人一样可以剿灭匈奴。不是我说，郑哥，这可不一定。大秦的问题一大堆，就算真给你5年，光内政都不一定处理得完。阎王大人，这个汉武帝展开说说。这个不急，要不了多久，让他亲自来跟你聊。刘邦看到刘盈如此年轻就死了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死了？小刘啊，你家该不会也是20而亡吧？他娘的，早晚整死你！刘盈，你快跟朕说清楚。看着眼前暴跳如雷的刘邦和跪在地上惊吓过度的刘盈，虾仁叹了口气。老刘，你不关心你儿子死因为何吗？我管他什么死因，朕在问他大汉如何了。哟呵，敢对阎王大人不敬。再有下次，姑奶奶我让你魂飞魄散。刘邦，你真是个凉薄之人！汉惠帝刘盈，历史上第1个太子，公元前188年抑郁而死，时年23岁，在位7年，谥号孝惠皇帝。7年，父皇，我什么我？你快说啊！成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是你母后吕雉，不对，不应该，你是他亲生儿子，他没有理由害你。吕雉当然不会害死亲儿子，但由于你生前太过宠爱戚夫人，甚至想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，这让吕雉彻底怨恨上了他们母子。在你死后，他下手了。终究还是躲不掉，但吕雉谋害他们母子与刘盈有什么关系？你死后，吕雉利用手段将戚夫人打入冷宫，下令拔光戚夫人的头发，戴上手铐脚镣，穿上囚服，罚她日日舂米。刘盈看出吕雉的心思，就将刘如意带在身边，同吃同睡。傻子，保得了一时，保不了一世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镇压吕雉，一劳永逸。话虽如此，但刘盈做不到。他不是皇帝吗？
吕雉干政，重用外戚，基本已经架空了刘盈。吕雉先是毒害刘如意，随后又将戚夫人砍去4肢，挖掉双眼，烧毁耳朵，毒哑咽喉，活生生做成人质，丢于茅房中。戚夫人。但最恐怖的是，吕雉竟然骗刘盈前去观看。莹儿受到惊吓的刘盈从此郁郁寡欢，终日饮酒消愁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最后撒手人寰。后宫无皇后，皇位稳如狗。如果没有吕雉，汉惠帝也算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。难道朕的江山要改姓吕了吗？差一点。吕雉，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无冕女皇。抛开心狠手辣、心性残暴不谈，她对汉朝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政治上大力推行黄老之学，提倡无为而治的政策，鼓励农民发展生产，减轻赋税徭役，废除三族罪、妖言令、邪书令，真正做到了惠及百姓，让整个汉朝休养生息。经济上推翻刘邦的一商法令。重农而不抑商，为汉朝积累了庞大的财富。外交上，哪怕受到匈奴羞辱，也忍气吞声，继续和亲，忍辱负重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啊！只要大汉还姓刘，朕也不去计较太多了。我可真是呵呵了，呸，渣男！阎王大人，吕雉没有篡汉，那朕的大汉是否千秋万代？你想得美！汉朝的国祚405年，但是你的西汉只有210年。西汉一朝2分，有西就有东。老刘，你也不过如此吧？那也比你强。秦可是2世而亡，国祚仅仅14年。敢问阎王大人，为何大汉分东汉和西汉？王莽篡汉了。王莽，后世都说王莽是穿越者，等他来了帮大家问问。阎王大人，王莽是何人？又是如何篡的汉？你不是没有遗憾吗？我尼玛！王莽可以水一级，后面再说。呸！狗作者。说回正事，汉惠帝刘盈。阎王大人，鉴于你生性善良，也算是为国为民的好皇帝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不一定实现的愿望。你有什么遗憾吗？阎王大人，我可以去看看我弟弟，向他道个歉吗？小白，哼，这种早夭的人一般都是转世受苦之人，早就进入下一个轮回受难去了。你也不必太过失望，说不定你弟弟这一世就是受难的最后一世呢。而且我都说了，不一定实现的嘛。他是谁？汉文帝刘恒。是我家老四代王刘恒。是的。人间帝王刘恒见过阎王阁下。文帝客气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始皇帝。这位是父亲。老四，好久不见。8岁一别，至今已有39载。儿啊，辛苦了。孩儿不辛苦，命苦。多谢父亲从未教导过孩儿。多亏父亲从未爱过母亲。感谢父亲派我镇守边关。不然孩儿早已遭吕雉毒手。但凡你多看他一眼，他都活不下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那么多儿子，为何使这小子登基？总共也就8个儿子，5个因吕雉而死，剩下的3个，齐王刘肥不堪受辱，病死家中，除了刘长，只剩他了。吕雉为何放过他？吕雉其实也想杀了我，只不过孩儿避过了。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，因为他没什么威胁。仅仅只是没有威胁。刘恒的生母薄姬是个有大智慧的女人，身在后宫，不争不抢，为人低调。命运把她安排到了你身边，可你从来都不宠她。兴许是因为感到了同病相怜吧。吕雉放过了薄姬。母亲大智若愚，时常教导孩谦卑处事，低调做人，明哲保身，不争方可久活。对，人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。纵观历史，命运只眷顾活着的人。好一句废话。那为什么不审刘长？因为大臣们都觉得孩儿更容易掌控。
吕雉倒台，功臣集团重新掌权，又害怕吕氏死灰复燃，而刘长是吕雉带大的，自然不愿意让刘长继位。皇室后代又大多与吕氏有因，千挑万选，最后选中了刘恒。没有条件，一日杀4子，条件重要吗？孩初闻此事是万般不幸的。在吕雉的统治下，要是没有如履薄冰的谨慎，也活不到最后。使者多次前来劝说，我都婉拒了。送上门的皇帝为什么拒绝？万一有诈，岂不连累母亲？后来又为何接受？说来好笑，我与母亲商量了一夜，始终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只能一卦问苍天。可你依然谨慎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先让我的舅舅去皇城确认，又派我的亲信前去打听。当个皇帝，心惊胆战。皇帝可是高危职业，不仅如此，前去皇城的路上3步一停，10步一等，就怕中了埋伏。我当初打项羽都没这么谨慎。你们以为完了？他行到皇城外，派亲信再三确定，就算亲眼看到百官夹道迎接，还是等了许久才赶进皇城。面对周勃亲手送上的传国玉玺和虎符，接都不敢接，逃也似的躲回府邸去了。阎王大人见笑了。没，我不是笑你，你这武让天下的演技，我叹服。演技？你不会以为他真不想做皇帝吧？送个皇帝都这么难，啼笑皆非。你都不知道，他登基前后判若两人，都把周勃吓得辞官还乡了。治一国如烹小鲜，猛火煮沸，小火慢炖，方可知味。寡人倒是开始好奇，他如何治国了？开玩笑，文景之治那是闹着玩的吗？阎王大人，何为文景之治？你和你儿子刘其所统治的时期，被后世人统称为文景之治，是始皇帝大一统之后，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。寡人倒是要听听，何为盛世？文帝执政期间，深知百姓的苦乐对于政权安定的意义，所以先后2次免除田租之办，最后甚至做到了全免田租，就连徭役也被减免为3年1服。思想之前卫，足足领先后世2000年，使得百姓家家皆有3年余粮。家家3年余粮，想都不敢想。恒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无为无所不为，有为有所不为，斗争自有成。卧槽，谜语。牛逼，无玩牛逼。虽然，但是全免田租的话，那国库岂不空虚？小了。什么小了？格局小了。为了充实国库，文帝开放了属于国家的山林川泽，允许私人开采矿产，并且合理开发和利用渔盐资源，使得汉朝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国库也随之充盈。还能这样？不收百姓税，只收商人税。无为便是有为，不争时乃大争。不仅如此，在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的同时，刘恒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，更是以身作则，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，使得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。军事方面，全以保存国力为先，绝不轻易开战。种种举措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，真正做到了修身养息，国富民强。叹为观止，手段甚妙。嗨，这是我儿。阎王大人谬赞了，都是母亲教导有方。小刘，你教不出这种儿子。说回正事，汉文帝刘恒拟轻徭免赋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功德无量。本阎王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你有什么遗愿吗？敢问可否再见母亲一面？恒儿，娘亲，真是母慈子孝啊！与你何干？姓嬴的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哟呵！行了，别闹了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受害者。吾乃大汉天子，区阎王，不配审朕。哟呵！兔崽子，装啥装？父亲，你也在呢。到了别人的地盘，收敛一点。阎王大人，下盘棋如何啊？大汉棋圣，谁敢跟你下棋啊？哇！棋圣，恒儿，吴孙棋艺超凡入圣，跟他下棋要戴头盔。为何？他年幼时因输棋不悦，拿棋盘打死了堂兄刘贤，一举起吓出了个七国之乱。瓜子呢？寡人的瓜子呢？妻儿是刘备反了。对，还拉着其他6国聚众谋反。当初你杀他儿子，他就敢不来朝拜，朕是心软。可怜他丧子，姑且留他一命。没曾想留了个祸端，竟恩将仇报，当诛。不是，这是什么霸总发言啊？爹爹放心，小刘备不图挂齿，
七国之乱不独到灾，孩儿手拿把掐，3个月轻松搞定。呦！你还挺骄傲，也不知是谁被吓得不仅腰斩恩师，还诛人家满门了。我告你诽谤啊！那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与朕无关。你老师晁错也反了？那倒没有。既然没有造反，你为何杀他？爹，你不懂，这七国之乱因他而起。你这锅甩的啪啪作响，有错吗？朕有错吗？他不让朕削藩，七国能反吗？你要不想削，他还能逼你不成？哟呵！始皇帝，朕找你下棋，信不信？没大没小，削藩真要那么容易？你老子我早削完了，哪还轮得到你？啧，朱允文那小子还是运气差了点，一样的削藩，不一样的结局。父亲，你教我的大火煮沸吗？要不是咱们家底雄厚，晁错的性子，为父知道那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让他教书育人，研究学问，他是顶好的博士。可这权谋之事，岂能用他？你们这识人用人的本事，这小子没学明白啊！景帝3年，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，先后下诏萧夺楚、赵等诸侯国的封地，迫使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、胶西王刘昂等七国发动叛乱。谋反的口号是：请诛晁错，以清君侧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奉天靖难，以清君侧。所以你就杀了晁错？我当时群臣都认为要息事宁人，所以孩儿就……你糊涂！那可是造反啊！叛军不仅不会议和，反而会嘲笑你软弱可欺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家国有难，你可有找周亚夫？孩儿找了，可他看不起孩儿，他居然让孩儿御驾亲征。宦寡人也看不起你。但最后还是他力挽狂澜周亚夫，汉军10万打叛军50万，以少胜多，3个月平定七国之乱。牛逼！朕就知道跟你这小子一毛关系都没有。小刘啊，你这孙子有点名不副实啊！他这文景之治，明显是蹭他爹的呀！烦死了！朕就知道周亚夫可堪大忧。周亚夫刚毅果敢，整个细柳营上下军纪严明，令行禁止，一人一军拱卫长安，既免遭匈奴铁骑的践踏，又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嚣张跋扈。如何嚣张？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。朕去巡视军营，士兵们只认他不认朕。他对为父也是如此啊，但为父认可他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还有我儿刘彻，怎么说也是个太子，参观细柳营，他只是便服相迎，语气傲慢，毫无臣子礼仪，这是赤裸裸的蔑视皇权，死有余辜。你看看，当过皇帝的都懂，功高盖主，鸟尽弓藏。朕乃帝王，何错之有？你比你儿子差远了。智儿，汉武帝刘彻晚年还知错能改，更是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。君王罪己，有失威严，不利于统治。死不认错，民怨沸腾，容易造反。说回正事，汉景帝刘启，你虽取得了流民寄归、户口一息、移风易俗、黎民淳厚的政绩，但你不仅开启了汉代以姻亲封外戚为头的先河，还腰斩恩师、冤杀大将周亚夫，一生功过参半，不予评价。也幸好你有个好父亲，不仅有丰厚的家底，还能混个盛世的头衔。你看吧，我说了他差点意思。好了，下一位可是大人物哦。哇，人皇藩都差点招不来的皇帝，确实费了点功夫。汉武帝刘彻，你可知罪？朕有何罪？阎王大人，您不是夸过他千古一帝吗？对呀。如果真如阎王大人所说，他打败了匈奴，那寡人应该能猜到他所犯何罪。我大概也猜到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都是皇帝，你们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呀。那我也猜到了。尊都假都，老刘，你说说看。张良不在，这题他不会。打匈奴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打战死点人很正常，
何况是剿灭匈奴。阎王大人，你就直接说死了多少人？他穷兵黩武，贪功恋战，一个响指3600万人，少了一半。生灵涂炭啊！匈奴残暴且贪婪，如果不战，难道朕要看着他们践踏朕的山河而不管，辱杀朕的百姓而不顾？说得好，你是何人？寡人乃秦王嬴政。虽然解决了匈奴问题，但功在后世，罪却在当代。我觉得没必要啊，老四做得很好呀，继续和亲隐忍，慢慢壮大自身，到时候碾压过去，那不是最好的结果？您是高祖，敢问高祖，你曾被困百登山7天7夜，难道心中没有恨吗？这是两码事。这小子非常对我胃口。秦皇铸骨，汉武凝魂，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话说回来，匈奴强大，寡人深有体会。就算汉文帝的盛世，攒下偌大的家业，恐怕也不足以扫平匈奴吧。那是自然，汉武时期人才爆发，他不仅娶了个好老婆，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，还有董仲舒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等等，独尊儒术，儒家如何治国？一群伪君子的自我安慰。郑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在后世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。黄老之学博大精深，你说罢就罢了。无为而治，无聊透顶。汉武时期的独尊儒术其实已经不是孔子的儒学了，为了便于统治，融合法道等多家思想披上儒家的皮，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。外儒内法，用儒家教化世人，用法家稳固朝局，刚柔并济，既让百姓满意，又便于统治。这个董仲舒不简单。独尊儒术只是开始，唯有彻底解决内忧，完成真正的大一统，才能安心的攻打匈奴。内忧，藩王不是已经被我儿削的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，这不是还差一点吗？削藩第一神迹，千古第一阳谋，推恩令。用计削藩？是的，诸侯国的封地是世袭制的，都是由长子继承。朕觉得这并不合理，财产要平均分配才公平。提到推恩令，我就会想起他中山靖王帝18代玄孙刘备、刘玄德。推恩令的受害者之一被推成了知席贩履之辈，将土地平分给每个儿子，并且交由国家管理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回收土地，各国诸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牛逼！那匈奴呢？匈奴怎么灭了？这不是被你打断了？刚刚说到他娶了个老婆，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卫青、霍去病，提到他俩就热血沸腾。很强吗？强，何止是强，你的杀身白起、猛将王翦，通通都不如。他们俩一个7战7胜，让汉匈之间彻底攻守一行；一个攻冠三军，风狼居胥，横扫漠北。长达100年的汉匈之战，随着他俩的现世步入战斗之巅。各种神兵天将，各种千里奔袭，各种以少胜多，让人们一度怀疑北方第一大匈奴不堪一击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这卫子夫何许人家？哦，只是一个舞女。舞女？舞女又如何？谁规定舞女不能当皇后？卫子夫虽舞女出身，却是历史上公认的最为贤良淑德的皇后。司马迁都称赞她家夫德若斯。整个汉武时期基本都是围绕她的故事展开的。她不仅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，生下了立太子刘据，汉武帝的托孤大臣，也是魏家的霍光，曾孙子更是孝宣之治的汉宣帝刘询。朕的皇后，朕的儿子，朕对不起他们。他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因为他逼死了自己的儿子，逼死了自己的皇后，仅仅只是因为他做了个梦。刘彻，你刚刚不是问我你何罪之有吗？你贪生怕死，听信谗言，导致巫蛊之祸，因此事件受害者达数十万人，你还敢说你无罪吗？我是正常的男人，我很厉害的。不是什么鬼啊，我真的很厉害。
汉武帝刘彻，你的一意孤行，让整个汉朝摇摇欲坠。不论你的功劳有多大，你难道不怕你儿子成为亡国之君？阎王大人，你不是说汉朝的国祚？朕留下了4位托孤大臣，而且霍光绝对不会背叛朕。你为何如此笃定？郑哥也在这里。李斯的忠心毋庸置疑，但李斯的行为有史为鉴，你怎么能确定霍光不会篡汉？朕立了太子。刘弗陵才8岁。年幼的帝王，老谋的托孤大臣彻儿，你怎么想的？那肯定是没人选了，也就是运气比寡人好点。寡人要是死在咸阳城内，就不会有汉朝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哼，你拿权力考验人性，百姓食不果腹，人在吃不饱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这一点老刘最清楚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朕安排好了一切。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儿子刘弗陵是个傀儡皇帝。父亲，弗陵，你为何如此年轻？刘弗陵在位13年，8岁登基，21岁去世。是不是霍光？朕要剐了他。不是的。虽然霍光干政架空了孩儿，但也只能怪孩儿自己不争气，孩儿是病死的。刘弗陵在位期间，虽然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，但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由霍光主导。那你死后，我大汉岂不是？阎王大人，您不是说王莽篡汉吗？怎么又变成霍光了？别急，刘弗陵死后，霍光扶植了另一个傀儡皇帝上位，汉废帝刘贺。原来废这个字也能作为皇帝的称号，丢人。刘贺不愿做个傀儡皇帝，便与心腹密谋除去霍光，但不慎被霍光察觉，在位仅27天就被霍光罗列了1127件罪状，废除了皇位。多少？牛逼！目无王法，左右帝位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与吕后何异？彻儿，你实在是太糊涂了。不应该，怎么会？我儿是亡国之君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阎王这是共情了吗？感觉更像是丰满。终于认错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系统正在启动中，开启进度1%，剩余99%。打开系统面板。任务1，获得秦王的真心感谢，汉武的真诚悔悟，完成将开启最强阎王系统。阎王大人怎么了？又哭又笑的，不会是疯了吧？估计是压力太大了吧。他有什么压力？活不都是我们干的吗？他是领导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穿越第8集才开启系统，妥妥的最废穿越者。弗陵你儿如何？是否可以牵制霍光？那个，我未有子嗣。什么？当了10几年皇帝，木有子嗣，难道？你们在看哪里？我是正常的男人，我很厉害的。不是，什么鬼啊？我真的很厉害。不是，现在是在乎这种小事的时候吗？他不小啊，老大了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！阎王大人，我大汉是不是彻底完了？小刘，别激动，大汉还没完。大将军肯定是忠于大汉的，父亲，您留下的烂摊子，一般人收拾不了。虽然孩儿有点小聪明，但在治国上确实不如霍光。大司马霍光在汉武帝死后，遵循武帝法度的前提下，又采用文帝的治国方针，休养生息，轻徭薄赋，硬生生将风雨飘摇的大汉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大战之后又如此能臣，也算是百姓之福。这个霍光能有无为之心，想必也会遵循道法自然，应该是不会篡汉的。幸好，朕没有选错。你们会不会高兴得太早了？刘弗陵死后，霍光的权力达到了巅峰，大到禁军统领，小到看门小吏，整个未央宫都是霍光的人。你们都是皇帝。小刘啊，你手提3尺剑闯天下，而霍光的刀已经架在你们老刘家头上了，你说他砍还是不砍？刘彻，你觉得呢？换你们砍不砍？各位都是皇帝，霍光已经权倾朝野，你们觉得他会不会篡汉？砍下去，他就是皇帝，为何不砍？其实霍光不具备篡位的条件。刘邦不就是造反起家，谁不服就打谁，不同意全杀了。是皇帝，时代变了。你个毛头小子，你们的汉朝也是篡了我大秦的。就算没有高祖，不是还有个项羽吗？成王败寇，大势所趋。而且天下苦秦已久，暴秦才是你灭国的主因。你爹穷兵黩武，劳民伤财，暴武也不为过，又能比我大秦好多少？好在我不是胡亥啊！我操，无情！爽！好生伶俐的娃，这小子出生就异于常人，怀胎14个月才降生。你就差把自豪写脸上了。烦死了！汉朝人多势众，靠北哦。你不纨绔又如何？还不是霍光掌权了？情况不同的，霍光掌权是因为我想让他掌权。怎么回事？细细说来。父亲你走后，孩儿8岁，孩儿很清楚，我阅历尚浅，不足以担此大任。而霍光是我觉得唯一能挽回局面的人。为何？因为霍光是个极度自律的人。确实有传言说霍光有强迫症，每次进宫走多少步，踩哪一块砖，走多久时间都分毫不差。传言是真的。我相信他不会造反，且有力挽狂澜的能力，才决定放权给他。这又是哪门子的依据？这种人为什么不会造反？因为不完美。这样极端的人做事情往往会考虑的非常全面。霍光有兵权能调动，但是要造反，什么理由？士兵都不傻，凭什么跟他拼命？霍光有权力能左右地位，但是篡位什么民意？朝臣凭什么支持他？他霍家根基不过2朝，人才底蕴都不多，就算造反成功了，我大汉可还有方王外戚的，他有把握守住吗？所以我相信霍光他爱国，不会造反。爱国，冠冕堂皇。你还别不信，我跟你打赌，刘贺不行，下一个扶植的皇帝肯定还是我刘氏子孙，而这个人非常有可能是刘病已。卧槽，你是穿越者吗？我都没说你就知道。刘彻这小子从小就这么聪明吗？福临，这个刘病已是谁？父亲，你忘记了吗？比我小3岁的曾孙啊，大哥刘据的孙子，在牢里长大的那小子。你大哥的孙子？我想起来了，巨儿的孙子刚出生就进了大牢，后来我发现的时候，把他给赦免了。是啊，你把他养在掖庭。怎么又跟他扯上关系了？霍光如果要培养一个傀儡皇帝，这小子是不二之选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阎王，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刘贺会搞事情啊，刘病已就不一样了，在民间长大，朝中没有势力，还有嫡系血脉，完美的傀儡皇帝。卧槽，这小子有点妖孽啊！确实没人比他更合适了。你怎么知道他？我没什么朋友，一次意外知道了他。这小子有趣的很，宫里人都很笨，但是他能跟上我的思维，我就觉得他并不简单。当时照顾他的是丙吉，我就让丙吉多教育他，多读点书，学点东西，将来也打算启用他。只是没想到，你自己英年早逝，控制霍光，培养刘病已的计划全部都无法实现了。刘弗陵，你真的很聪明，猜得很对。刘贺被废后继位的确实是刘病已。苍天啊，为什么我大秦没有此等后人啊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病已这小子机灵得很。阎王大人，他死了吗？交下来一起玩啊！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呢。
孙侄儿，你到地府了？你是叔祖？哇！你怎么知道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突然不告而别，霍光突然找到我，让我当皇帝。进宫后看到你的画像，我才知道这几年帮助我的，居然是我叔祖。不错，省去了很多废话。你快跟我爹说说，霍光造反了吗？汉武帝也在。还真在，您还没下地狱呢。啧，大胆，我可是你曾祖父。怎么都死了还不让人骂两句？你个一自己三族的老糊涂！好了，江山易主，别的了便宜还卖乖。汉宣帝刘询，说说霍光吧。你是谁？我乃地府阎王。那霍光造没造反，您不是应该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啊。并乙，霍光造反了吗？没有，我隐忍了他几年，念在他为大汉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顺便送他9族陪葬。一个不留，霍去病的后人呢？一个不留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劲爆？他该死！呸！霍光杀了他一生最爱的人。顾剑情深，这小子还是个情种。哇！并乙，怎么回事？顾剑情深是什么故事？还是我来说吧。刘病已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就与许平君结婚，并许下贫贱不相宜、富贵亦相知的誓言。后来他当了皇帝，霍光逼他必须立霍家女儿为后，他不同意，非要立许平君为后，并用诏书写下一封千古情书来告诉世人他与许平君的情谊，最后导致霍光不满，毒死了许平君。你小子用诏书写情书，还名留青史，牛逼！你小子不听后半句的吗？就因为这个情书，人死了。霍光试探我，害死平君，此仇不报，难消心头之恨。我怀疑你小子借刀杀人。你再说一次。你小子借刀杀人。皇帝多了也挺麻烦的，小白处理一下。No one gets me like you.